如果中国入侵台湾，马克龙让欧洲面临危险。英国《每日电讯》由于该国的半导体生产被推翻，中国入侵台湾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全球经济混乱。台湾占全球代工市场的 63%， 所有逻辑晶圆的 37%， 以及 92% 对全球技术竞赛至关重要的最先进半导体晶片。这种先进的晶圆生产由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TSMC 在车龙埔断层地震线下游的4家工厂生产。车龙埔断层是一个高度构造的危险地带。然而，尽管台湾在晶圆生产中发挥出关键作用，但它严重依赖其他国家的材料，并与矽谷合作。位于荷兰的 ASML 是唯一一家生产制造7奈米 nm 以下先进处理器所需的紫外光刻机的公司。如果中国成功占领了台湾，但避免摧毁了其半导体中心，那几乎完全没有用，因为它不是一种可以帮助中国摆脱封锁的资源。中国正在与美国和全球民主联盟实施的晶圆封锁做斗争。占领该中心的主要影响将是全球经济在2个月内普遍停滞，技术上相当于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俄罗斯的全球石油供应突然停止。欧洲依赖晶圆的产业将没有任何战略机构，一切都与网络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局限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虽然最近关于美元消亡和中国人民币升值的讨论有所增加，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推动人民币被全球接受，但这一目标往往与该国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相冲突，例如保持汇率稳定，因此他们更多的关注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使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数量仅从第一季度的 1.89%小幅增加至第二季度的 2.02%。 尽管如此，中国仍热衷于与更有可能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的国家的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定，与阿根廷央行和阿拉伯联合大国央行的新协定就是一例。7月人民币占所有支付交易的 1.12%， 与上月持平，在全球支付货币中排名第5，略低于占全球支付 1.21% 的日元。根据 SWIFT 的数据，人民币作为全球支付货币的作用从6月份开始基本持平，但它已经用于俄罗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算。北京医院火灾造成21人死亡，数十人撤离。加拿大环球邮报：北京一家医院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数十人被迫撤离。周二，北京长峰医院住院部发生火灾，工作人员转移了71名患者。社交媒体视频显示，大楼冒出滚滚浓烟，一些人在床单制成的临时绳索上晃来晃去，其他人则在窗外的空调装置上寻求庇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原因正在调查中。马克龙与中国制定秘密计划以结束乌克兰战争。英国《每日电讯》据报道，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已责成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伊曼纽尔·伯纳 （Emmanuel Bon） 与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合作，建立一个框架，作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未来谈判的基础。据彭博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称，法国的战略认为，如果一切顺利，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最早将于今年夏天举行。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任何未来谈判都将取决于几个条件，包括乌克兰成功的春季攻势，这将使基辅在任何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目前尚不清楚马克龙是否得到基辅对他的计划的支援。许多乌克兰盟友驳回了任何允许俄罗斯保持领土收益的停火提议，并警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只会利用和平谈判来准备新的攻势。包括法国在内的7国集团高级外交官本周支持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的和平攻势，其中包括所有俄罗斯军队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中国透露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制裁的新细节。南华早报：中国公布了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技术公司、雷神导弹与国防公司向台湾供应武器的新制裁。制裁包括禁止2家公司进出中国，并禁止中国公司与这些公司开展业务。目前尚不清楚处罚可能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进出口限制可能会损害2家公司。此举正值中国和台湾关系仍然紧张之际，中国经常向台湾派遣战斗机和军舰，以施加军事压力和恐吓。北约寻求与中国就负责任地使用军事人工
智慧达成协定。彭博社，北约热终于与中国就一套共同的黑暗技术通用标准进行谈判，例如人工智慧和军事领域的其他颠覆性技术。北约领导人严斯·斯托尔滕贝格透露，已经与北京进行了对话，可能就一些负责任使用的规则达成一致。会谈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成员国对北京构成的安全威胁表示担忧之后举行的，强调其努力建立军事和核武器，以及欺负邻国和控制关键基础设施，同时扩大有关北约本身的虚假资讯。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政府的文职官员已经开会讨论在军队中使用人工智慧的道德和法律后果。澳中关系将走向何方？外交官，自澳大利亚新一届工党政府上台以来，澳中关系有改善的迹象，例如总理和总统之间的会晤以及取消一些关税。然而，澳大利亚参与 AUKUS 和四方对话仍然让人怀疑解冻能走多远。专家们讨论了这种关系的未来。暂停核扩散，面向中国军用发动机发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正在主持一个关于美国如何解决中国军用发动机能力的小组讨论。该小组的成员包括国防工业倡议小组 DIIG 主任辛西亚 R. 库克博士，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大卫·史迪威准将，美国空军退役，和耶利米 J. 先生。格特勒，航空航太安全项目高级助理，非常驻，前国会研究服务处军事航空专家。该活动由通用电气和 CSIS 的一般支持支援。分析人士，苏丹暴力事件考验中国在非洲的野心。南华早报，苏丹安全风险的增加加剧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计划以及该国在非洲之角促成和平的目标所面临的挑战。上周末在喀土穆开始的战斗已造成180多人死亡，这促使中国驻苏丹大使馆警告其公民留在国内，因为冲突升级并转移到其他城市。尽管中国在苏丹的经济影响力已大幅减弱，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在美国对苏丹官员实施制裁之后。再加上中国优先保护海外国民，使苏丹成为中国决策者的相关考虑因素。中非关系专家大卫·希恩 David Shin 表示，与10至15年前相比，苏丹对中国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北京渴望保护其商业利益以及居住在苏丹的中国公民。批评人士认为，中国在赋予苏丹独裁统治者权力方面发挥了有影响力的作用，该国需要提供保护海外被捕平民的证据。特朗普与中国贸易战的成本仍在增加。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总统拜登自上届总统领导的政府以来，一直维持对数1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唐纳德·特朗普作为301条款贸易调查的一部分实施关税。这些措施因其缺乏效力以及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而受到广泛批评。在审查这些关税时，美国贸易代表最近邀请有关各方发表意见，共收到1497份意见书，其中286个基本相同，而30个是空的或无关紧要的。绝大多数留下来的人呼吁取消关税。美国行动论坛 American Action Forum 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首当其冲，总共支付了480亿美元，其中240亿美元是由依赖中国中间投入的美国公司支付的。美国时装业协会指出，自关税出台以来，服装生产劳动力减少了 12%。其他公司概述了研发投资减少和无法找到替代材料来源的情况。出口商认为，关税通过增加成本和减少市场准入使外国竞争对手更具吸引力，而中国则对某些行业采取了报复措施。拜登的团队希望结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贸易方式，并重启与中国的对话，以解决潜在的紧张局势。购买美国货政策的提议，以及对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重新关注，也可能减轻关税的影响。尽管如此，国际贸易政策在美国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于降低关税是否是适当的行动方案，意见分歧。谢谢收看中国局势。访问我们的网站 3w.6do.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